二魔如此迫切的想要进入上清神域，必有所图。不看这消息可靠。上个月我派轮值看守上清神域入口时，曾遭遇偷袭，有位长老还受了重伤。好在天门素有结界，才没酿成大祸。竟有此事！当时我还以为是蓬莱岛得罪了什么人，没想到竟与荒渊二魔有关。仙门大比在即，此次大比，我们务必要选拔新人对抗魔神。不如就趁此次大比，我们来个请君入瓮。赵幽真人的意思是，既然二魔想去上清神域，我们便在神域举办大比。既然二魔有所觊觎，上清神域更该牢牢关闭才是。怎么能在里面办仙门大比呢？这样岂不是引狼入室，白白让那二魔得逞吗？诸位，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，这不叫引狼入室，而是引蛇出洞。这小子干得不错，还真有点本事。那群牛鼻子想算计我们哪儿那么容易？既然戏台都为我们搭好了，我们若是不去，岂不是负了他们的好意？我们的目的是洗髓印，不必与仙门硬碰。我听说北海有个小仙门，叫紫袖州，或许我们可以先乔装打扮一下。师弟啊，这是老传统了，每次跟师傅来衡阳宗都要吃这个长色山烤鸡。这山中啊，灵力充沛，吃了很补的。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上飞，就能抵达当年神明所居的上清神域。上清神域。从今日起，玉清宫关闭，上清神域从此再无神明。诸位各自散去吧。战神明夜陨落之后，上清神域便关闭了。哎，小师弟，你也知道这个？咱们仙门呀，就是继承诸神的遗志所创的，素来以除魔卫道为己任。不过这可是个苦差事。师弟啊，你就别发牢骚了，等大比开始就能上去开眼了嘛。这次仙门大比是在上清神域？是啊，由七星天门通往神域。这七星天门啊，就是神魔大战，魔神撞断了天柱，天柱倾倒，将天穹划开了的口子，平时啊都看不见的，只有各派掌门共同施展秘法才能打开。这历届大比呢，都是各大仙门轮流做东。这次呢，轮到了赤霄宗，岑掌门那个老铁公鸡，竟然让我们去上清神域做清扫。什么清扫？这万年来，世间再无神明，上清神域荒废，废墟中逐渐生出一些精怪妖灵，藏匿其中。这次仙门大比，就是借着比赛的名头，和众派之力，把这一方神域啊收拾干净。哎，对了，听说这次玉灵仙子也会去，她如今可算是名满仙门了。我猜这次大比，恐怕想看她的人要挤破头。李苏苏也去，正好可以找个机会问她要一滴血。小师叔，我现在啊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都会听到他们在聊你，还有人夸下海口，什么仙门大比不要紧，但求能抱得美人归。不必管他们。不行，这些登徒子，明天小心别被我遇到，不然我保准打得他们满脸开花。你这样杀气腾腾的，明日那些年轻弟子看了，肯定都躲你躲得远远的，你哪里还打得到？小师叔啊，我有法子了。
做什么？好了。你个鬼灵精！小师叔，明日你可以放心出门啦。至于别的，交给我就行。你又有什么鬼主意啊？我有一块带法咒的胶香，戴在脸上，面目就会变得模糊起来。到时候我就假扮成你，收拾那些登徒子，让他们长长教训。我看你就是想故意捉弄他们，自己寻个开心罢了。好吧，点到为止，不要过了火。好，保证不会，放心吧，小师叔。这仙门各派都来了呀！哎，这二位是？二位仙友，我等是山海盟的散修，不知你们来自何门何派？我们是紫袖中北辰真人门下弟子。紫袖中是北海的一个小仙门。哦，幸会幸会，走吧，走。哇，还真来了不少人啊！快看，衡阳宗的人来了，看来比试也快开始了。漂亮啊，好漂亮啊！这就是玉灵仙子啊，也没传说中那么好看嘛。她那面纱有法术，你能看清楚啥呀？我估下，她就是李素素。仙子能一睹芳容喽。只要能问她借到一滴血，那叶西翁便可以。哎，玉灵仙子，哎，看看，那就是岑密，仗着自己爹是三宗之一赤霄宗的掌门，为人嚣张又贪财好色。诸位仙友，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仙门大比。今次仙门大比规则与往届一样，裁度标准很简单，就是捉妖的数量和速度。参赛者每人会领到一只空的锁妖囊，比赛期间不管哪个时候，只要觉得捉够了，就随时可以离开比试场地。最后按捉妖所用的时间和锁妖囊的重量为准，最终决出这次仙门大比的头名。你们可以结伴而行，但是不能超过3个人。时辰将至，诸位准备出发吧。
神域还真变了不少。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无垢灵体。各位师兄，此番来到上清神域，机会难得，我无意争胜，只想四处逛逛，开开眼界。九明就不与大家同行了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师弟，玉林仙子，玉林仙子，我是山海盟第一剑修刘江海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我的宝剑号名为江海道流？听说你才闭关出来，我特地带了我派真牌之宝给你品鉴，请你赏脸一关。玉林仙子，我与你一同组队可好？天哪，那是什么？哎，啊！玉林仙子，苏苏姑娘。小月牙跟我说了，你俩这招偷天换日啊，恐怕是要把那帮弟子给得罪狠了。无妨，我喜欢清静，他喜欢捉弄人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师兄如果不习惯，我现在可以变回来。对了，苏苏，今年的大比，我不能与你同行了。你刚出关，也别太勉强自己。放心，我就走走，散散心。各位仙友，各区域的结界即将打开，希望诸位能公平比试，挹注上清神域，清除妖气，出一份力。现在，大比正式开始。只要二魔在弟子前现身，我们便可以从弟子传送回来的位置锁定二魔，届时放下结界，由我们去诛灭他们。子英，此处妖气重重，看来洗髓印应该在此不假。念白羽，你到那边去寻，有了端倪，迅速报知我们。是。怎么，跟了我们500年，你还不信他？你懂什么？人心隔肚皮。走吧。上清神域如此之大，就算我曾经进入过冥夜的般若浮生，想在这么大的地方找到黎素素，也无异于海底捞针。那是赤霄宗的弟子。
冤无仇的，你抢我东西干什么？看什么看？苏苏仙子，若是赏脸的话，不妨让在下看看仙子的真面目。我不仅将这锁妖囊双手奉还，还愿陪仙子细细游览着上清神域废墟。堂堂赤霄宗岑掌门，怎么生出你这个没皮没脸的家伙？臭不要脸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仙子既然不愿自己摘下面纱，那就让我来帮你吧。哎呀，果然是个美人啊！苏苏仙子，我倾慕你许久了，这情谊，你今日还是领受了吧？你别碰我啊！你再碰我，我喊人了！哎呀，你我儿女之事，你喊什么人啊？死乌龟！谁跟你有儿女之事啊？做梦吧你！哎，谁敢偷袭我？出来！你是何人？逍遥宗苍九明。这是赤霄宗和衡阳宗的事，是逍遥宗的弟子，管什么闲事？是不是闲事都已经管了？你若不服，不妨拿剑来说话。苍九明，我是掌门之子，你难道还敢杀了我不成？不敢。那还不让你在家滚开！不过，这神域广阔，妖灵凶险，若是有弟子失手惨死其中，也是常有的事。苍师弟，有话好说，何必伤了和气呢？好啊，你先道歉。对不住，我方才不该拿暗器偷袭你。我是说，让你向这位苏苏姑娘道歉。苏苏仙子，是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请苍师弟高抬贵手吧。算了算了，他是岑掌门的儿子，拿他没办法的。求你了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，锁妖囊也还给你，苏仙子。还不快滚！苏苏姑娘，拿好了。多谢。你叫苍九明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方才你使的可是逍遥宗的剑意绝学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。不知你师从何人？苏苏姑娘不必如此，不过举手之劳而已。在下师从赵幽真人。我听师父提起过，说赵幽掌门新收了位小徒弟，修行天赋惊人。原来说的就是你啊！魔气越来越明显了，我们要找的东西，应该就在那个方向。不能暴露身份，这偌大的上清神域，只能用双脚缓行，太憋屈了。上清神域不利于我们，尽量避免正面冲突。
这是紫袖州的打扮。衡阳宗宫野纪武见过二位。我是蓬莱岛的西生，师从刘芷岛主，幸会。兄贵格温如玉，久仰久仰。纪武，这次仙门大比不同往年，为师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托付于你。大比开始后，你要与蓬莱岛勋贵阁的大弟子一起配合，在上清神域内搜索二魔踪迹。一旦在上清神域内发现二魔踪迹，务必及时通报。上清神域是世间清气最盛之地，不利妖魔，却对仙门功法的施展极有裨益。只要四阴经灭感入够，我们便可以趁此时机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开赛已经一会了，我二人已四处巡视了一遍，没有见到什么异常。会不会是根本就没有妖魔混进来？若他们改容易装，扮作仙门弟子的模样，恐怕不太容易被发现。对了，苍九眠，你在衡阳宗住的这阵儿，可曾见过我？不曾见过，只是有所听闻而已。我这李代桃僵的鬼点子，真是一招臭气。若我食言以告，苍九眠会不会生气？苍九眠，那是何处啊？那是玉清宫，万年前曾是神明们婚丧嫁娶、祭祀礼拜的地方。兜兜转转，请回到这里。谭太监，忘了你真的好难。为什么不管我走到哪里，都避不开你的影子？明夜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刹那，喜欢过我？明夜，你曾经为了对抗魔神，守护天下苍生，放下了桑酒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为何我总是这样优柔寡断，一直沉沦在500年前的回忆里，无法自拔？明夜，你与桑九阴阳两隔，我与叶夕雾亦是如此。李姑娘，在下有一事想请你帮忙。原来你是想取我一滴无垢灵体之血，好寻回你妻子的元神啊！我还以为……不知李姑娘是否愿意赐血？我所求不多，只要1滴就够了。无论你希望我用什么东西作为交换，我都愿意。那个，苍九明，我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，我也很想帮你找回你的妻子，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无垢灵体之血。为何？其实我也骗了你，我并非李素素，我是她的师侄，我叫月牙。那真的李素素呢？要不你也尝一个吧。
这断绝了生机的红奈果树，万年之后，尚能生出新芽。连你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大师兄，不等九民吗？放心吧，他比你更强。我们先回去吧。是谁？叶希武，是你吗？请问局长们，可曾听闻过一名叫做叶希雾的女子？好像我们仙门里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。她是我们衡阳宗的弟子吗？叶无她无父无母，甚至并非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人。你到底是真的叶希武，还是又一个假萧凌？这位仙友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你。抱歉，是在下唐突了。在下逍遥宗弟子苍九明，不知可否知道仙子姓名？原来是苍师弟，我是衡阳宗黎苏苏。苍师弟若没什么事，容我先行。等等，我常听季无兄提起黎师姐，却一直未曾拜会。今日相见，实乃在下幸事。师姐怎么没有跟季无师兄在一起？师兄另有要事，并未与我同行。那不如我们一同去找他会合，说不定还可以采些奈果。好啊，我正好到处走走。这上清神域我还是第一次来，这些殿宇飞梁画栋，美轮美奂。我们在途中可以好好欣赏。若仙子对上清神域有兴趣，我听过一个有关上清神域的故事。万年前，这里有个战神，叫做明夜。他娶了一个聪慧可爱的棒族公主，名叫桑九。虽然一开始明夜很抵触这桩姻缘，可是后来他渐渐被桑九吸引。但他还没来得及回应桑九，桑九就误以为明夜对自己无情，离开了上清神域。既然后悔，
为何明夜没有去追桑九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去追？那是正逢神魔大战，天柱都被攻陷，明夜是这神域的战神。他知道自己将在战场上凶多吉少，害怕因此令桑九伤心，所以他才忍痛没有去找他。可是，在明夜心中，只要桑九开心平安就好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我们去找萧岭吧。好。萧岭，真的是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说过，你认错人了。为什么你偏偏要这个时候出现？我现在还不能和你相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在那里，没想到万年来水尽干涸，竟将洗髓印显现了出来。若非如此，我们再找10年恐怕也发现不了。动手吧！哎，等等，在上清神域之内动手，我们太过吃亏，得先声东击西一下。你去把他们引开，免得乱了我们的大计。叶妹和风石已经在山下待命了，我这就去与他们会合，让衡阳宗大干一场，不也痛快？我乃衡阳宗岳扶崖，今日终于有机会遇到你们这些邪魔，我岳扶崖要与你们同归于尽。哎，当心！你是来救我的吗？你叫什么呀？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能不能和你一起走？这里真的好可怕。去吧。终于来了，快开护山大阵！
快尝一下道爷的剑，定叫你有来无回！逍遥剑阵，云山水江。住手！你的元神似乎很好吃的样子。妖孽住手！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！降魔阵，这就是你们的陷阱。我们可是等了你很久了。铁阵。 没想到也不过如此。本座追随魔神之时，继则出皇，才配与我动手。休要口出狂言！今日此地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紫英在何处？为何今日只有精面夜聊在此？怎么这么大动静？金面恐怕拖延不住，我得抓紧些。 我记得般若浮生中，明夜将洗髓印封印在了那灵台之上。洗髓印与魔神气息相同，威力非同小可，既无法摧毁，为今之计，也只有。 不好，灵台有异动。老曲，别动！上面弟子都已经回来了，许是他们声东击西的诡计。先除此疗，不要上他们的当。魔物住手！有我在，你带不走洗髓印。 是他。那我杀了
昔日神命之所，怎能容你逞凶？就凭你，12神豁出性命也阻止不了尊神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洗髓之意，魔神之血，最终会归还尊神。你本就是天生邪骨，注定成为魔神。你是魔神，你本就是这世间最大的诅咒。这是你的宿命。成魔成神，在你一念。明夜，你为何选我进入你的般若浮生呢？今日，你带不走洗髓印。一个小小的仙门弟子，竟然可以封印洗髓印。建议破。
不对，灵台有变。把符咒打了进去。魔神，猜你万万没想到吧？替我解封的是你最忠心的2个部下。 被你夺走的自由，如今我已经夺回来了。澹台烬，你本就是魔胎，怎可忤逆吾的意志？带着洗髓印融入你的心脉，吾便要苏醒。 汤九明，汤九明。
九明，醒一醒！苍九明！来得好，今天把他们也给我端了。听面，无需恋战，我们走。真是没想到，让他们逃了。 莫非是有人泄露了我们的计划？此次仙门大比竟然走漏了风声，让二魔钻了空子，是我疏漏了。没想到他们来这上清神域，是为了偷盗魔器。也罢，老徐啊，这个事也怪不得你，这叫做灯下黑。谁能料到魔气洗髓印竟然藏在上清神域的灵台之上呢？ 所幸这次九民和苏苏拼死替我们抢回了魔印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二魔抢夺不成，恐再生奸计呀！师傅，山门外警戒结界异动，似乎是有魔族来犯。 恶人擅闯仙门重地，你们都退下吧。 老兄，暌违已久了。弟兄被魔神囚禁万年，今日终得归来，实在是可喜可贺呀。这1万年，如同过眼云烟啊。依我看，这仙门装扮就挺适合你的。你就留下来暂住吧，也好让你俩团聚一下。 爹爹找我来，不知何事。若是苍九民的伤势，刚刚已经按照您的指示，把苍九民交还给赵幽伯伯带回去静养了。孩子，苏苏，你是谁？到我身边来。 你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原来是你。
苏苏，你们认得？我曾去过荒渊，同他说过话。你那个时候冒冒失失跌进来，若不是我及时察觉，你当时便会粉身碎骨了。前辈相救之恩，苏苏感激不尽。看来你们二人还真是颇有缘分呢。苏苏，你过来，快给你父亲跪下叩头，以报答他生身之恩。哎，不，我虽然是他生身父亲，但是我未能尽一日抚养之责。今日能够骨肉重逢，老天已经待我不薄了。父亲，爹爹，这怎么回事？此事说来话长。万年前诛魔一战，网之主倒戈重伤魔神，却被魔神封印在荒原。数十年前，我与魔修苦战，重伤坠入荒原，险些被万妖吞噬。幸好我坠落在地面洞口之外，他竭力用魔气罩住我，驱散了众魔。我这才侥幸保住了一命。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我便答应他，为他寻回他与亡妻初皇的凌乱。没见过，没有，未曾听闻的。多谢。好在有心人天不负，最终让我找到了他。那凌乱极难孵化，我便将它置于须弥座灵井之上，受天地间纯净灵气的滋养。后来，卵中有了胎动，我又将他的元神投入人间，不断轮回历劫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有破壳而出的机缘。他诞于天池灵井之上，乃这天地灵气所种，所以我为他取号玉灵。当年初皇陨落，身躯化为虫羽箜篌，是衡阳宗的重宝。我将箜篌赠予那个孩子，希望在冥冥之中，他能得到他母亲的庇护。原来那时我见到的是我的母亲。